各位线上读书会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明君，很高兴再度与大家相会。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一样是好心好愿转好命第5集。顾名思义，这个主题谈的就是跟我们的心念有关，还有我们的发愿，还有转好命。先说一个最近的一个故事啊，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爸爸就是之前不舒服骨折，背部骨折。那以为就是可能是骨质疏松，因为有了年纪，但是后来才发现是骨癌，就是癌症把他骨头的细胞吃掉。那后来就去看医生啊，那因为朋友的妹婿也是家庭科的医师，所以就一起来了解看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是最好的。那神经外科医师就说啊，他的父亲是有高血压，所以如果手术的话可能会引发血栓，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希望家人好好评估，看到底要不要动这个手术。那家属最后决定还是要开刀。那担心这个手术进去就是永别，因为医师说这个风险很高，所以朋友一直等到父亲进手术室才去接女儿回家。那就在这个等待父亲就是出手术室的这段时间，他联络了一个朋友。那因为这个朋友的老师是一位通灵者，是一位通灵老师，就希望靠外界的力量看能不能帮助他的父亲。那这个老师，我的朋友在台北，那这个老师在苗栗，然后他就把照片，朋友就把他父亲的照片给这位通灵老师看，然后这个通灵老师一看就说：你父亲生病，然后之后再请朋友给他父亲背部的照片。可是一般我们拍照不会有背部的照片，很少嘛，大概很少人会拍背影啊，所以找了一个侧面，就是大概可以看到背部的。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父亲现在正在开刀，他是脊椎方面的问题。果然还蛮准的，因为他真的就是脊椎那边的骨头被癌症吃掉哈，而且朋友并没有跟这个老师说父亲是在开刀的。那这个通灵老师就烧香，说看看哪一尊菩萨可以帮忙。然后那个老师又在说，如果这个香显示出来的是催命香的话，那代表寿命已尽，菩萨难救。但是如果显示的是平安香的话，代表还有一线生机。还好最后显示的是平安香。那原本这个手术是预计2个小时，后来开了3个小时。那差不多同一时间，通灵老师说你父亲出来了，那还跟我的朋友说，刚刚是地藏王菩萨来救你的父亲。那朋友的父亲呢，手术后就转到恢复室，那时候就是非常不舒服，麻醉要退了，就是开始要退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半梦半醒之间啊，他看到眼前有2盏灯，上面那盏比较小，下面那盏比较大。那他说他非常清楚，虽然是半梦半醒，他说他非常清楚看到2盏灯，上面那盏灯转过来看到2个字写着功德，结果就醒过来啊，疼痛也消失了一大半。那通灵老师就说，你父亲这一关度过了，不过后面还有很多关。而且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你父亲做的功德救了他自己。因为父亲朋友就是投入慈济的环保志业啊，也会帮忙开环保车啊，很乐于去帮助别人。那我在朋友父亲手术前，我就用朋友父亲的名义捐了一笔款，然后就是帮慈济买疫苗，还有疾疫纾困。就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可能失业，没有了工作，家庭生活陷入困境，那慈济去帮助这些家庭，所以这笔款项一部分就是买疫苗 ，BNT 疫苗比500万剂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去疾疫纾困，帮助这些家庭。结果他父亲知道之后也说，那他也要跟着响应，也要捐款。事实上，父亲的朋友在手术前他自己就有捐款，但是因为我用他的名义捐款，所以他决定要再布施。然后通灵老师就跟这个朋友说，建议你父亲以后要多微笑。他说多微笑其实也是一种行善，也是一种助人，带给人家欢喜，带给人家快乐。其实在慈济不说这种神奇怪异那其实您看上人开示也很少说什么通灵啊，不讲。我个人是相信有这件事情，但其实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其实是骗人的，他可能只是很厉害的读心术，
真正厉害读心术，之前看 Discovery 啊，他说就是你眼睛往左、往右、往上、往下，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有些号称自己是通灵老师，可能不是，他只是很厉害的，就是读心术。好，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小心。但不容否认，我相信有少部分的人可能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哈。但是刚刚提到说，在慈济不说这些神奇怪异的事情，但相信2个字就是因果。那朋友和他的先生都投入慈济，父亲也长期行善，加上遇到了好医师啊，种种善缘度过了生死关卡。所以我觉得是朋友父亲的一念善心，自信佛、自信菩萨救了他自己。所以上人说，自造福田，自得福缘。上人也说，我们要咒来顿，不要咒来度。就说平常我们健健康康、很平安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做好事，跟人家广结善缘，不要等到碰到问题了、生病了，然后再去做好事，那样可能为时已晚。好，当然也许还是有帮助了哈，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还没有事情平安、我们健康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做。自造福田，自己得到那个福缘。那上人也曾经说啊，能救人就是菩萨。那父亲的朋友长期投入环保志工，去救大地、爱地球，而且之前也乐善好施，捐款助人。然后因为我的带动，他也又在要捐款助人，所以能救人的人就是菩萨。所以当下我朋友的父亲，他当下就是菩萨。那之前也分享过我们马来西亚慈露师姐的故事哦，神通不敌业力。好，在之前几集好心好愿转好命的时候有提到哈，所以唯有靠自己的善业才能度过难关，度过很多生死的关卡哈。那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以是一念善心度过难关的故事。好，一念的付出保住了工厂。好多年前，慈济人文事业中心的组队联谊，就是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当中有很多是受证的慈诚、受证的委员，我们会定期聚会。在这个联谊会上，我们有一位王文倩西西师姐分享阿桃师姐。好，很多人应该知道认识阿桃师姐，很草根性的一位环保菩萨。他说了一句话，说感动完不要拿回家冰冻哦，要赶快行动哦。我觉得那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那西医师姐也分享了菲律宾一位食品大亨的故事。那当然，这位食品大亨是非常有钱的，他之前就带了20多位亲朋好友到大爱台参访。那西医师姐和李佳颖师姐还有淑妙师姐就提到慈济在菲律宾援建检疫屋还有检疫教室的点点滴滴。其实这一位食品大亨之前就已经捐过款，但是听了他们的分享还是很感动。那加上到花莲参访又被感动，所以就捐款一大笔钱，然后协助菲律宾的灾民盖1000户的检疫屋。那事实上，这位食品大亨在越南也有工厂。那前阵子就是在那一次事件的前阵子，越南有排华暴动，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公司被破坏，结果周围工厂都被烧，大火烧到他的工厂门口就停住，不然工厂损失好几亿啊。或许就是这样的一念无所求的善心，保住了整间工厂。那之前我好像也分享过，就是我们在印尼也有一个慈济志工开工厂。那之前他的干部啊，就是偷了东西，但是这个老板选择用慈济的精神去宽容、去包容。后来印尼发生排华暴动，结果这一位被原谅的这位干部就带着所有印尼的员工啊，设路障，不让人家来破坏他的工厂，保住了一间工厂。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好心改变我们的命运的一个故事哈。那当然啦，好人多的地方就会平安，那多一个慈济人就少一个坏人，因此多一个慈济会员的话，社会也会多一份的祥和。在2013年，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向上人发愿，要10万菩萨招生，因为慈济一直希望菩萨大招生嘛，因为会员越多，代表好心人越多，我们的社会会更祥和。就后来又改到说20万菩萨，就是要找到20万个慈济会员。最后在上人的期许下是多少？变成100万人。哇，那
大家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可是上人有这样的期许，大家也只能默默的接受这样的一份祝福哈。但其实当时在场的大家都觉得100万，开玩笑呢，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啊，怎么可能？但是大家回去之后，上人的祝福嘛，所以大家弟子就默默的做，积极的努力，然后就去招募会员，募心募爱，就最后后来不到1年哦。就招募到了100万菩萨啊，没有多久200万也达标，所以你看那个真的是上人的祝福，弟子们只要法入心，法入行，跟着去做，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有一份愿力哦，那能够完成哈。那事实上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到马来西亚主持我们大爱剧场语录的大爱之夜。那语录的话，就是描述我们寄语师兄还有慈露师姐他们的故事，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的一部大爱剧场哈。那时候我就是跟当地的志工聊天啊，他们说，其实那一阵子马来西亚的治安非常不好，示威也是越来越多，这和引进外劳无条件给身份证还有福利有关。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拥有投票权，可以投给政党。然后志工就说，慈济目前就是在吉隆坡的会所，我也去过，就是比较一个传统的一个建筑物哈，那不大间，那他说附近的抢案非常多，有同仁被抢，报案之后这个歹徒又被放出来，所以当时同仁和志工啊，如果到这个会所的话，都会结伴而行。那我就问志工怎么办呢？那可能一般人回答说我们金石堂快盖好，我们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啊。结果志工的回答不是他是说我们净化人心要更快。所以你看，慈济志工总是正向思考，而且在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状况当中，看到自己的使命。一般人是心随境转，人间菩萨是境随心转。好，那事实上在那次2013年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一阵子有一场大型示威活动，就抗议选举不公上百万人参加，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那他们坚持和平，不损害公务，也不会打警察。那志工又跟我说，在马来西亚用脸书的人非常多。那在示威那段期间，很多人脸书上的头像都是黑色的，讯息也是黑色的，表达他们内心的那一份怒火然后很多人心惶惶的讯息。那志工和慈青就开始在脸书放静思语，也放下蜡烛的图像，希望大家把力量拿来祈祷，把时间拿来祈祷，就慢慢的，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影响了，但是结果就是慢慢的2天之后，这个脸书 Facebook 也就慢慢的恢复那在示威的2天后，慈济也在同一个地点举办浴佛那当然那个气氛是截然不同那因为志工就是希望能够净化更多人心，让社会更加祥和，所以期待志工在这个伊斯兰国度能够有更多人加入，不分宗教、不分种族的付出，启发更多的爱心，让世界更美好。所以回过来想的话，真的是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因为你看马来西亚志工本来发愿要募10万，最后上人出编100万，还是达到，而且还 double， 所以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像这一次上人行脚，然后我们的清修士就会分享上人书房前面的一张照片，那显示上人前面放的是好像有3张地图吧，世界地图，摊平的一张世界地图因为上人就是每一天都关心苦难众生，哪一个国家又发生了事情，哪一个国家又发生了事情，当然对台湾的关怀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常常视讯，可能跟桃园的环保志工，可能跟屏东的慈诚委员，每天了解会务，看看我们在台湾各县市去帮助了多少那当然除了台湾，上人是胸怀全世界那如果我们每天我们关心的是全世界，大概我们不会为了一点小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如何在那边闹得不愉快，因为你的心胸那么大，你不会为了这一点小事去烦恼计较，所以无形当中可能也避免了许多是非和冲突，这不也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吗？好，所以我们要不断扩大我们的心念，还有扩大我们的心愿。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随师的体会哈。上人的愿真的是非常大。20多年前有一次我随师，当时大爱台是租借公视在东湖的场地，我忘了是租约到期还是什么原因，就是要换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找场地。那时候上人就到了汐止一间摄影棚参观，再到南港的中视的新大楼。汐止的摄影棚很小，那一看就觉得不适合。可是中视的新大楼非常大，那当时我心想，大爱台有可能会用到这么大的场地吗？没有想到1999年我们就搬到了这栋新大楼，6年后又搬到了关渡自己盖的人文志业中心哦。那后来我们现在在关渡的人文志业中心空间不够，旁边还盖了关渡静思堂，其中一部分会给大爱台使用。所以上人的愿真的让我觉得难以思议啊！就是不是像我这种一般凡夫俗子可以想象的哈。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骨水捐赠、社区志工、环保或是国际赈灾，这些都是大愿啊。可是这些大愿上人都一步一步的完成。所以我上班进入大爱台的时候，都觉得是走进上人的愿力当中。我自己参加慈济活动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好像是走进上人的大愿当中哦。也因为上人的愿这么大，才吸引这么多人加入，菩萨队伍浩荡长。但是说起来，上人的愿虽然非常宏大，归结起来也只有6个字，就是为佛教、为众生。所以愿再大，行愿更重要。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行愿，而且上人是行愿了55年，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发空愿。再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超脑零极限》，它里面有提到几句话。他说，如果你渴望的事情有可能去帮助人的话，那么达成目标的机会就更高了。就是把我们的小情小爱变成长情大爱，这也像上人说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所以上人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当时921地震之后要盖51间希望工程学校，或是这一次慈济买500万剂 BNT 疫苗，对一般人来说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慈济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可能会盖这么多的学校？怎么可能买500万剂的疫苗呢？可是上人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该做我们就先去做。但是后来发现51所希望工程学校完成了，而这一次的 BNT 疫苗的募心募爱，也有很多人因为要帮上人提升台湾的整体防护力，所以也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当然也有大企业的捐款，当然也有很多是小额的，比如说很多人就是做点心啊，或是做什么油饭啊、豆干啊等等这些东西义卖，大家点点滴滴的爱心汇聚成河。所以上人说，他就是信己无私，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自己，也相信每个人都有那份爱心，只要把那份爱心启发出来，大家往同一个目标方向走，那就绝对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然后这本书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选择的是不断的成长跟进步，代表你主导属于自己的演化。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听得蛮特别的哦。自己的演化在于自己不断的成长跟进步。这本书又说，拥有核心自我就是成为你人生故事里面的编写者。相反的，如果你处处觉得那个人又对不起我，那个人要害我，那个人是嫉妒我，你身为自己受害者的话，是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哪里就会成长。所以有一句话说面向阳光，阴影就在身后。那如果你一直看着阴影，那阴影就一直跟着你。但是当你转身面向阳光的时候，阴影就在你的身后。所以发愿就是让我们朝着光明的所在，远离恐惧，远离忧郁。所以很多的烦恼就会抛在我们的脑后。也看过一本书是叫学校没有教的学习秘诀的，作者叫吕宗熙，是一位教授。他提到一段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哈利波特为了对抗坏人的攻击，在学校认真学魔法。
陆平教授是教导黑魔法防御术的老师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不管是书或是电影啦哈，但他就描述了这段过程，他就教导大家怎么面对恐怖的妖魔鬼怪，除了念咒语，还要尽量想象好笑的事情。为什么要想象好笑的事情呢？他说这样的话，那个妖魔鬼怪就会消失。那像荣恩，他最怕蜘蛛。他看到蜘蛛啊，因为蜘蛛很多只脚嘛，他就想说，那蜘蛛每一只脚都穿上溜冰鞋，然后太多只脚就滑倒，那个模样他就哈哈大笑，然后就制服了这个蜘蛛魔怪哈。那其中还有一个是巴蒂，他最怕蟒蛇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到那个蟒蛇的印象，就把它想成是玩具盒中有一个玩具盒，就是打开来就会跳出来一个玩具嘛，他就把它想蟒蛇变成那样的一个玩具，然后那个小丑很滑稽的脸啊，然后他就笑，然后这个蟒蛇魔怪就在瞬间消失。那至于哈利波特本身最怕的是什么？伏地魔。那这个教授除了教他念更强大的咒语之外啊，还要在心里想着最快乐的事情。就那个哈利波特啊，就想到小时候跟父母共度天伦之乐的情景，无比的快乐油然而生哦，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果然就镇压住恐怖的这个伏地魔。所以这个陆平教授说啊，最恐怖的不是那些鬼怪，而是恐惧的本身。只要抑制恐惧，就能心无所爱，发挥自己原本的实力。所以还有一句话说，恐惧会生出许多触角，每一根触角都不健康哈。也看到一本书说，只要你能对自己的恐惧说我不相信你，我不接受你，恐惧就会渐渐的消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也说啊，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面对恐惧的一种方法啦。那如果我们沉溺在这样的情绪太久，我们就会沦为情绪的囚犯哈。在1904年的世界博览会的时候啊，世界博览会非常热闹，当然也是很多摊贩赚钱的一个好机会。就当时有一个摊贩，他是卖一种格子状的薄脆饼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说附近有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因为那个碗他们是用碗放在碗里面吃冰淇淋，碗用完了没有办法再卖给客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做生意。那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你的事情，不干我的事情啊，而且你跟你买冰淇淋的人少了，他们可能会来买我的东西啊，那更棒啊。但是他没有这么想，他那个时候是想要帮助这个冰淇淋的小贩，所以就卷起了他卖的一个薄饼，把它卷起来，然后就盖上冰淇淋，然后做出了全世界第一个卷筒冰淇淋哈。你看我们现在都常会吃卷筒冰淇淋嘛，所以他帮助了邻近的摊贩，结果自己也赚了一笔钱。后来就是慢慢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很特别的卷筒冰淇淋哈，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会得到很多很多。好，他自己也创造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饼哈。所以有两句话，一句话说，蜂蜜比醋更能够吸引苍蝇。好，不要酸言酸语啊。好，那个蜂蜜赞美别人，也赞美鼓励自己，好，更能吸引好的东西进来啊。还有一句话说啊，当个啦啦队长比当教官有用的多啊。好，所以如果你摆脱这种只要有人赢就一定有人输的想法，其实这就是共好，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哦。就像以前呢，我们都知道世界3大男高音嘛，好，各有擅长的歌曲，然后都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那你想想看，一般我们华人可能说王不见王啊，但是有一次就是这个帕瓦罗蒂、Domingo 还有卡瑞拉斯，就他们3大男高音合唱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听，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哦。就他们3个人合作，创下了史上最销售的古典音乐专辑的销售记录。所以这让我想到上人说的核心、和气、互爱、协力的协力。上人常说这个协力啊，协这个字有3个力，那再加上协力的力，总共有4个力。好，所以你看协力是更有力量的，就像3大男高音的例子，好，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还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克林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哈，他之前就是功课很好，接受了一个奖学金，然后搭船要往牛津大学的时候，他握了船上每一个人的手，好，就是跟他们认识朋友哈。
当时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跟所有人握手呢？”他就说：“有一天我想要当美国总统，需要很多朋友哈。所以你看，克林顿知道说你要有朋友才能在这世上成功，我们也一样。所以现在试着把你的对手当朋友。”而且要在他们有机会变成你的敌人之前呐，好，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看得蛮有意义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但是换过来说哈，除了我刚才说这个好心有好报之外，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实际上的改变吗？再跟大家分享哈。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密西根大学进行了一项5年的研究追踪了423对的长者，结果发现关心别人的人，不管是透过当义工，或是只是关心一下邻居或是配偶，这种人早死的几率比不关心别人的人低了60%。所以像商人常说寿量保障嘛，好，我们去当志工就把50岁记到这个寿量保障，80岁的人变成30岁还活力充沛啊。好，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啦，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你去帮助别人，因为慈济志工无所求的去付出，不管是爱人、爱动物、爱地球，那无形中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是有帮助，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好，所以其实自己把自己的寿命50岁放到这个寿量银行里面哈。那这是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解读。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修女曾经有人研究一群修女，看看他们的笔记。那这个修女的笔记如果是正向乐观，想要帮助别人，跟那些负面悲观的修女，好，她的平均寿命也要长很多。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好心改变自己好命的一个例子哈。当然，这样的好心不要只对别人啊，我们应该要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不管是父母、亲戚、配偶或是子女等等啊。我还曾经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心理学家叫高特曼，他为700对即将结婚的新人录影哈，然后他观看每一段15分钟的影带之后，就研究团队开始预测，好，就是我们现在说很多 AI 嘛，好，那时候没有 AI 还没有那么的流行，他们是人工来预测哪几对会白头偕老，哪几对可能会离婚。结果发现他们预测婚姻的成功率准确度达到多少？大家猜猜看，达到94%啊！也就是说，他们几乎猜这个人会白头偕老，10年后，他们真的就还在一起，这个几率94%哈。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精准的预测呢？其实他们只是看到这个夫妻啊一些小小的互动，像是可能另外伴侣有一些难过的事情，就轻轻的安慰他，或是婚礼上很紧张啊等等，去拍拍他的肩膀啊，握握他的手啊。但有些人可能是伴侣发生了一小事情，就那边翻白眼啊，好像很不屑的样子啊。好，所以他们就是凭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些动作，会不会微笑，会不会讲笑话，还是酸言酸语，还是会赞美，然后他就可以去预判好这样的一个结果。但事实上职场也是如此哈，所以还有一个研究说，正面与负面互动的比例至少要3:1，整个公司的员工的生产力才会高很多哈。那当然我们提到这很多是跟我们的逻辑有关哦。那我跟大家分享台大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教授，我听了他很多演讲，他有一次他演讲提到一个哲学跟逻辑的思考，举了一个例子。好，他这个人是说啊，一个人想要当律师，去拜师学艺，学那个思考跟逻辑，因为对律师来讲这个非常重要嘛。老师说好，没问题，我来教你，等你打赢官司，你再给我学费就好。可是好几年过去，学生就是不给学费啊，老师就要去告他。老师说啊，如果法官判决你赢我输，那么代表你赢了官司，我们的前提就是说你赢了官司就要给我钱，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给我钱。但是如果法官判决你输我赢，因为我赢了嘛，所以你更应该要给我钱。可是学生怎么说？他就说，如果法官判决你赢我输，那我输了官司啊，我干嘛要给你钱？因为我们的前提是说我赢了官司才要给你钱嘛，我输了官司我就不用给你钱啦。那如果法官判决是你输我赢，那我更不用给你钱啊。哇，我觉得就是你看，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那这当然在第一时间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法律是给那种懂得
法律的人啊，法律是照顾懂法律的人啊。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看你怎么解释。我们常说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哈。所以既然同样一件事情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为什么我们平常不学着我们挑选让自己幸福快乐的想法呢？不管将来结果如何，至少每一天你这么想会很快乐嘛。那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充满了这样的很幸福快乐的想法，也比较容易吸引好的事情哈。所以亨利·福特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做不到，你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做得到，你也是对的。好，那我再跟他分享，我之前在世新读新闻学的研究所，那我们的老师之一也是我论文的指导教授啦，是彭怀恩老师。他年纪轻轻20多岁就在报纸写社论哈，那也是报社的主笔。那后来是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他的弟弟也赫赫有名，是东海大学的教授彭怀珍。那时候上彭怀恩老师的课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平常要用统计来思考问题，不要用新闻去思考。怎么说呢？一起乍听之下不太懂啊。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高速公路啊，如果有一天有发生了4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的游览车事故，好，那我们会不会去搭车？会啊，我们还是会去搭车啊。可是为什么当时发生了捷运郑捷伤人事件，就是4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但是大家不敢坐捷运呢？好，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要用统计来思考，不要用新闻事件。看到这个新闻事件，我们就害怕，我们就不去做哪一些事情。哈，那老师还开玩笑的说啊，如果坐飞机遇到乱流啊，好，他会想哇，探流啊，赚到了。为什么？因为有保意外险嘛。那如果这个飞机平安降落，就想说啊，了紧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彭怀恩老师很常常正向思考，值得我们来学习啊。那当然，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阿嬷也是跟这个彭老师非常的乐观。那有一次她要坐飞机到美国，那一阵子也常常发生机温，就是坠机意外啊。然后就说阿里刚尾欢乐，你不会担心吗？阿嬷说不会啊。如果我飞机平安降落，我就去看我在美国的大女儿啊。万一飞机不小心失事，我就看去年往生的2女儿啊，怎么样都看得到女儿，只是不知道看到哪一个女儿啊。这个就是正向思考的力量。那常常正向思考的人啊，比较有活路，那比较能够超越逆境，拥有一个好命的人生哈。那当然是乐观，但我们再来反向思考。如果你愤世嫉俗呢，常常看这个人不顺眼，好等等这样的人呢？之前我看过芬兰有一个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啊，如果你总是不相信周遭的人，冷嘲热讽、愤世嫉俗、排斥社会，那么失智症发病的风险会比一般人高出很多。那推测可能是这个行为受到个性的影响，导致长期对社会的不满、愤怒，会影响这个大脑的健康啊，让失智症罹患率上升。好，当然岔开一个话题，吃素也会让你的脑部更健康哦。好，再反过来回到这个研究结果，他说真的是个性会影响健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饮食习惯、认知、社交都会因为个性有所不同。那可能也因为这个愤世嫉俗的人无法融入社会，会引发相关的病变。所以你看，当我们能当志工，走出家门跟人家互动，然后得到那种助人的欢喜，其实对自己来讲真的是帮助很大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跟思考有关的问题哈。2014年3、4月的统一发票，那个号码很特别哈，那个号码是念给大家听，叫54544448。这个谐音听起来是什么？里面好多四，对不对？有人就说啊，我死罢，加上那一年发生就是郑捷伤人事件，4个人丧生，又连续开出了这么多个4，所以很多人就说毛毛的。好，不过也有人正向思考，认为是把这个谐音改成我是哈，然后我事事如意的事事发，非常吉利啊。那事实上还有在921地震发生后的第4天哈，那里面的统一发票号码是944-45421，哇，这个开头是9然后尾数是21中间44454，念起来又像是
温系啊，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其实我们对这个事啊，华人对这个事真的太敏感。我之前就有写文章提到，我就简短提了哈。事真的不吉祥吗？很多人说对啊，事不吉祥啊，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事这个字。可是请问你每天出门是手脚是4只啊，那你难道因为4只不吉祥砍掉1只吗？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福禄寿喜不也是4个字吗？那很多大学新鲜人说可能赚2万块3万块薪水不够多，那开给你4万4好不好？你难道因为有2个4而不去拿这个比你原本更高的薪水吗？那如果你统一发票中了1000万，最好也不要领。为什么？因为里面有250万个4啊，一个4就不得了，里面还有250万个4，那真太不吉利啦。所以怎么样？心念是正行为是善，一切吉祥啦。好，这个事其实代表事啊，好的意思，是否的事啊，也可以代表事情的事啊，事事如意哦。好，说到这个心，我再跟大家分享心灵感应。事实上，在之前几集我都有大概分享到一点点哈。那西班牙的国家报就有一个报道说，思想有极限吗？就有一个英国的生物化学家，他说，本能依靠的是物种的集体记忆，是世代累积而成的。例如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牧羊的牧羊犬，他从来没有见过哦，你也没有教过他牧羊的技巧哦，可是他会很不自觉的就会把羊群集中起来，那个是世代累积的那种潜意识啊。所以我们很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意识习惯都是透过这样的集体潜意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集体潜意识是好的，社会大概就比较容易往好的方向走。如果集体潜意识是不好的，尤其受到媒体的影响，可能我们会开始去抱怨、去埋怨、去愤世嫉俗。当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变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社会开始慢慢会偏离它的轨道，好，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好，那美国人就有一项实验发现第六感或是心灵感应存在的一个证据。好，大概把这篇报道大概念给大家听哈。他就说，在一个视觉感应的实验发现1/3的实验者能够在眼睛看到之前，提前几秒就会出现照片的变化结果。例如啦，我举这样，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懂。例如，他会给这个受试者前面看一个电脑出现的照片，可能是很温馨一个小 baby 的照片，然后他测测他的身体状况。那看到这个照片，那当我们一般看到小朋友在笑，我们也会跟着在笑啊。可是可能之后会出现那种杀戮的照片、战争的照片，那我们就会可能眉头一皱，就觉得哇，这个心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很痛苦。可是照理来讲，应该是我们看到照片，我们的生理素质才会变化，对不对？就他发现生理素质或是脑波啊，在这个照片出现前一点点时间就开始有了变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代表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脑，或者说任何其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可以提前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这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哈。所以我的意愿其实可以影响将来，这是这个研究他提出来的一句话，给大家思考。那其他人的意愿也可以影响我的意愿。那美国心理学会也做了一个研究显示，如果父母相信自己的子女酒量很大，那么孩子真的可能会喝很多酒，仿佛在执行长辈的计划一般哈。所以我们对小孩要尽量给他一个爱语，当然更重要的是身教，带着他一起做好事，给他一个正向的一个人生方向。父母在往前走，小孩就比较容易跟着往前走。那当志工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哈。那日常生活中也有看到，就是老师如果认为自己的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么他们真的可以成功。之前我也提到了比马龙效应哈。那说到这，我再跟大家分享《超脑灵极限》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心灵感应。他说，在1960年代有一个叫做杜安还有贝兰德，就已经证明了这个距离遥远的2个人可以让彼此的脑波协调到一致实验的方法是让同卵双胞胎做脑电波图，为了验证双胞胎的心电感应的传闻他们研究人员改变了其中一位受试者的脑电波图的情形，观察对另外一位受试者有什么影响。
就他们做了15对双胞胎当中，有2对双胞胎当中，一个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的脑波就会变得不一样。那自己和另外一个双胞胎的大脑都会变成阿法波。可是问题是，另外一个双胞胎他当时眼睛是张开，没有闭上眼睛，照理来讲不会出现阿法波，而且是坐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面。好，所以就代表说，其中一个双胞胎他的眼睛闭上，脑波改变了，变成阿法波，就影响到另外一个眼睛没有闭上的人，也变成了阿法波。好，所以这就一种心电感应哦。那还有一本书在一星啊，它有另外一个故事啊，它就是同卵双胞胎罗斯与诺丽斯麦克霍特哈，他们在英国很有名，为什么？因为他们2个人合力编辑了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哈。那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罗斯在自己北伦敦的家门口遭到2个枪手射中头部跟胸部。那当时跟这个诺丽斯啊，就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朋友说啊，在差不多枪击的同一时间，他突然反应非常激烈，仿佛也被一颗隐形子弹射中了。那当然，这种双胞胎的研究很多啦，我自己本身不是那么了解，但我也真的听了很多，就是双胞胎有心电感应啊，或类似刚刚我提到这样的故事。当然，我有遇过，我有问过那种双胞胎是没有的。好的，就是很多双胞胎的研究是显示有这样的状况，那只是把这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哈。那再举一个例子，别人的那个祝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帮助吗？有一个博士叫杰尼亚克特伯格博士哈，他是研究身心的一个医学家哈，他就找了11个夏威夷的灵疗者，请他们选一个曾经被他们成功治疗，而且自己能够感同身受的病患，然后这个病患将在一个受到控制的环境里面接受治疗哈。那然后他们比如说有些灵疗者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祈祷，有的传送能量，有的是发出好的意念等等哦，就是不管他用的什么的方法，就是祝福，希望透过这样的远距意念啊，来看看是不是对要接受祝福跟帮助的人有影响。就每2分钟啊，就发出这样的一个远距意念。开始的时间由他们决定，就是说他不会告诉你几分几秒要发出意念，你自己决定。好，就是你发出，所以这个病患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对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意念，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大脑却可以，因为在这个实验期间，对照组跟不是对照组哦，他们11组当中共有10组出现了显著差异。好，所以这个远距意念传送时候，受试者的功能性磁振造影就发现大脑的特定部位亮起来，就当有一个人在祈祷祝福你的时候，你这边的大脑相关的区域就亮了起来，好，就代表那个意念是有影响的。好，那当然比较细的就是说，这个大脑被启动的部位啊，是包括了前扣带跟中扣带区啊，那这就专有名词啦。那发生这个几率是1/1000哈，所以佛教跟很多宗教都把一个人的慈悲心视为人类心智共有的情况。那这个研究提供了一种观点，一种有力的支撑哦，就是一个人可以把慈悲心远距传送给另外一个人，产生可测量的生理效应。所以我之前演讲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看电视也可以做好事，我们看电视也可以跟人家广结善缘。怎么说呢？就像我自己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啊，常常会播报很多世界上的一些天灾人祸，那我常常就会心中默默升起一个祝福。虽然我不认识他，我当然不认识那些新闻中的画面中的人物嘛，但我就付出一份祝福。我说祝福你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希望能够赶快度过这样的天灾人祸。那我虽然不认识他们，我也虽然只是在电视机前面付出一份祝福，但我相信我跟他们也是结了一份好缘。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我们看电视，以前的我啦，以前我看到电视说，哎呦好难过啊，难过就没了。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样难过的力量变成一份祝福呢？那对对方不是会更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吗？好，所以这就是心念的力量。心念的力量，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本书叫做《扭转命运的密码》，就是美国史丹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威廉姆·蒂勒，他做了个实验，请4个人用意念冥想，好，它可以改变水的酸碱度就 pH 值就是实验的结果每一次都能改变。
那就是这个实验就是桌子的四周围，好，坐着4个有资格的冥想师哈，就是他是就是有认证吧，这样的一个冥想师哈，然后进入一个深层的一个冥想状态，净化了四周的环境，然后用他们的净化仪式和音乐哈，然后就是传递到这个水里面，那个实验水里面，就竟然真的可以改变水的酸碱度，可能上升一个标度或下降一个标度，好，就甚至可能会改变的更多哈。所以这个教授啊，就把他研究40年的成果写成一本书，叫《若干真正神奇的科学探险》，里面就收集了很多。他就发现，就算这个仪器，他的实验把它挪得越来越远，甚至几千英里之外，甚至从北美洲移到欧洲，然后还是能够冥想者能够把这个水的 pH 值做改变。好，所以你看，这个是人的科学实验，我们人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力量。那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梅门气功的创办人李凤山师傅的故事，那我就简短说哈。那李凤山师傅之前真是有特异功能，他曾经对一个布里面的东西发出杀气，然后就那个里面放的是电鱼，那个鱼真的就死掉了。可是第2次做就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李凤山师傅说，第1次在发的时候，他只感觉到里面的东西跟他有一个很对抗的力量，所以他发更强大的力量，就杀死了那只电鱼。可是第2次，因为李凤山师傅本身是胎里素，从小就吃素哈，他不愿意杀生。当他第2次知道里面是鱼，他是不愿意杀生的时候，就不成功。然后科学就研究那个李凤山师傅的手掌，他发氧气的时候，这个大概20秒，手掌的劳宫穴血流集中，温度上升，然后就会有侦测到很多的红外线。然后发杀气的时候，然后就是微血管收缩，这个血流是减少的。所以那个台大前校长李世成就把它定义为一个寒冰掌，一个赤焰掌。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一个例子哈。那最后跟大家分享大乾坤与小乾坤。大乾坤就是天地之间，小乾坤就是我们的身体嘛。好多年前我跟2个同事在聊天，我说那时候寒流啊，就是一波接着一波啊。那关渡大爱台那边大概那几天大概只有9度，非常冷。然后我就手脚就是冰冷哈。可是当我进入室内很久很久的时候，因为我们室内当然就是温度一定不可能就是一定有一定的温度控制嘛，可能是20多度，可是我手脚还是冰冷。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身体其实和外面的天气是相关联的，或许这就是一个小乾坤跟大乾坤相通的一个例子。那当然大乾坤这样的一个例子，还有我之前分享过，就是慈悲三昧水忏的演绎，就3万个人好几个月的斋戒、忏悔、发愿，然后深入经藏，然后让台湾当时台湾有11个台风过门不入。好，那是非常罕见的状况。好，所以你看，我们人心，不管我们的小乾坤、大乾坤，我们都要常常让自己有好的心念。那个好的心念，不管是对别人或是对自己都很重要。然后再来把那个心念提升，要发好愿。好，不管是希望自己好的愿，或希望别人好的愿，好，我相信就可以转好命。这个好命包括自己的命，还有整个社会跟地球的命运。好，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当然还有很多故事，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